女人们在疯狂的逃命。这时对面跑来一群人，喊着日本兵来了，女人们也抓紧跟着他们往回跑。不过跑在前面的刚出了胡同口，就被外面的鬼子兵开枪打死，女人们只能转身往回跑。所幸跑过来的鬼子没有发现他们，而是去追杀前面的人。他们跑到池塘边无路可逃，也只好跳进冰冷的湖水中，而鬼子也接踵而至。他们死死地贴在池壁上，尽量不发出声音，而岸上的鬼子还在不断的杀戮，杀过人后还要再补上一刀。这犹如耳边的枪声，让这些女人们感到无比的恐慌。她们努力忍住不让自己尖叫。而这时一对夫妇被鬼子追上，他们将男人开枪打死，接着把女人拖进屋里。听着同胞的惨叫声，藏在水里的女人们都尽量去忍住恐惧。2分钟后，鬼子开枪杀了那个女人，然后跑着离开。水里的女人也暂时躲过一劫。一个男人带着一些女学生想要逃走，而看到迎面冲出来的鬼子正在杀人，他们就连忙跑到旁边的一个大门。男人一脚踹开大门，带学生们进去。他观望一下，让学生们找地方躲起来。这时他看到一个地下室，就小声地叫女孩们过来。就在他们下楼梯的时候，发现2头鬼子正在地下室里搜查。男人立刻催促女孩们赶快上去，而鬼子也听到动静就追了上来。男人让女孩们继续上楼，他们刚上去，鬼子就追到了1楼。一头鬼子发现门外有人，就叫同伙一起去追。另一头鬼子看了一眼楼上就跑了出去，临走前还不忘往楼梯上扔颗手雷。男人帮女孩们都藏在床底下，而此时他听到楼下不断传来惨叫声，他忍不住轻轻打开门往下看了一眼，原来是鬼子将抓来的百姓都集中在一起。鬼子将百姓按到墙角，然后他们端着刺刀冲过去，将他们杀害。接着是源源不断被抓来的百姓，这里成了鬼子的屠宰场。鬼子一边杀人一边笑，躲在楼上看到这一切的男人被吓坏了，看着同胞不断被杀害，他是又怕又恨。然而鬼子就像在菜市场选菜一样，选中的就拉到墙角，等待着的是同样的命运。不管男女老少，鬼子是毫无差别的杀戮。偷偷看到这些的男人快要被吓疯了。然而此时鲜血已经将墙面染红，地面上也已经是血流成河。这一幕是我们中华儿女永远不能忘记的。落后就要挨打，而躲在楼上看到这些的女孩们，个个都哭成了泪人。而鬼子的杀戮还一直在继续。躲在床下的女孩们努力克制自己不叫出声来，有的则是用力地咬住自己的手，并且都咬出了血。鬼子屠杀后发现有一个小女孩还活着，就把她拎出来将其杀害，接着还嫌弃她的鲜血弄脏了她的刺刀，在麻袋上擦干净。历史不能忘记，吾辈当自强，不能让悲剧重演。